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一台最近可以说是最热门的手机，华为的 Mate 10。OK， 废话少说，咱们先来说这台机器啊。国际版这边咱们暂时不清楚啊，反正就是国内呢，先上的是 Mate 10这个标准的版本，然后这个 Pro 版呢，要到15号才能上市。但是咱们刚才说了嘛，买它就已经像取经一样了。国内的这个备货呢 ，Mate 10好像是还有点紧俏，尤其是武汉这边，我真的是把我知道的所有的渠道全都跑遍了，而且还是同时在京东购买了2个型号啊。OK， 这个盒子方面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跟之前这个盒子都是差不多的。正面呢增加了一个这次它机器后背的一个元素，就是类似于一个腰封一样的。然后下面还是有这个徕卡的一个可乐标。这个我购买的这台版本呢是6加上128的全网通的高配版本，亮黑色。底下呢有一大堆的认证标志啊，这次在发布会上着重介绍的就是这个德国的莱茵安全认证。之前呢我发过一条微博，就是我采访了一下身边啊，还有就是咱们的粉丝小伙伴里边用华为 Mate 9的，别的大的这个特点啊，可能第一下想不起来或者什么记不住，但是续航方面和充电方面是这些用户们最直接的一个印象。其实华为呢在这一点上啊做得非常的聪明啊，当然这个下边还有一些别的什么认证标识啊，就是他很喜欢找很多的在业内非常知名的机构来给自己做背书，包括这个相机和徕卡进行合作，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这个自身的这个国内的品牌属性呢，可能照比如说一个三星啊或者是苹果啊，跟国际用户上天然的你可能觉得好像低那么一点点，在这个 level 上，在这个级别上，但是如果找一堆这个机构背书呢，级别天然的提升一些。还是附赠了一个 3.5 的一个耳机孔，这次在这个 Mate 10上呢是支持 3.5 的耳机孔的，然后它是在顶部。充电方面呢是最高支持5伏 4.5 安或者4.5伏5安，就是20多瓦的一个充电速度。总而言之，现在啊，如果你对这个充电速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呢，只要是它支持到20瓦以上，这个速度在业界都算是一个第一梯队顶级的速度了。OK， 后面详细测评中咱们再跟大家聊。然后 Type-C 的数据线，还有一个原厂的保护套，同样是清水套。从这个套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手机是比较宽的啊。这个戴上之后，哇！毕竟是免费的嘛，这个质感呢比较廉价。这期视频呢，咱们主要是上手的这个 Mate 10啊，然后呢，我也是借的机器补拍了一些Mate 10 Pro 和这个保时捷版的素材，在后面呢，咱们跟大家来简单上手一下这2台机器啊。OK， 整机上手的第一感觉呢，就是比之前的这个 Mate 系列的手机呢要精致非常多。在 Mate 9那一代呢，大家吐槽比较多的呢，就是那个塑料啊，就是有这个塑料的元素加入。但是这一次在 Mate 10上呢，就是一个非常精致感的，而且开屏之后，你第一个比较惊叹的啊，就是它的这个边框的控制上了。在之前 P10 的这个视频中呢，就跟大家说过，就是华为对边框的控制呢，已经改善了非常多，就是这个旁边的边缘区啊 ，P10 上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这个 Mate 10呢，就更进了一步啊，基本上感觉不到太多这个边区了。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初上手之后，手机的感觉它很宽。原因呢有2个，第一个就是今年18:9的这种全屏的手机呢，大家看的比较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边框比较窄嘛，就进一步加深了你在视觉上感觉它比较宽的感觉。不过这一次 Mate 10和 Mate 10发布之后呢，很多人呢更倾向于 Mate 10一些，这个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
咱们现在正在录入的正面的指纹识别，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有些人呢是根本接受不了这个后背的指纹识别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屏幕方面，这次的 Pro 版本呢反倒是用了1080P 的 OLED 的屏幕，而这个 Mate 10呢用的是2K 的 LCD 的屏幕。因为很多人呢是不太喜欢这个 OLED 的屏幕，觉得有些艳啊，视觉观感上呢不太适应。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 Mate 10用的还是2K 的，这两点加在一起啊，虽然说 Pro 版本呢是有一个18:9比例的加持，这个高低级别呢就不是那么明显了。这块5.9寸的屏幕，这个单手的握持感啊，在同级别中算是比较差的，跟这个 P10的 Plus 相对比呢，单手可控的面积要差了非常多。但是这次还有一个做的非常不错的，就是它的这个下巴和额头，虽然说有正面的指纹识别，但是它这个控制的非常不错。这个在今年来说呢，都是比较得益于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在这个小米的 Mix 2中呢，跟大家聊过的 COF 的柔性封装技术，就是它的屏幕呢下边的这个基板呢是可以折回来的，柔性封装呢是软的，可以折回来，所以说统一的把这个下巴呢都可以做的比较的窄。 OK， 来试一下指纹识别的速度，还是一如既往的迅速啊。看一下它的相机，这一次呢主打呢还有一个在发布会上啊着重要说的，国外的这个相机的专门的测评机构 DxO 呢拍照单方面给出了100分。当然这个 DxO 也解释了，第100分呢并不是满分，只是说现阶段最优良的体验，综合的分数呢也有97分，而且是盖过了 Note 8和 iPhone 8 Plus 啊，你没有听错，仅仅比这个皇太子的 Pixel 2呢是低了1分。咱们来体验一下它的这个相机。快门速度呢，首先是非常快的啊，而且呢，这个果冻的效果也是基本上没有。这两颗双摄呢，还是沿用了华为一贯的这个彩色加黑白的这么一个组合，1200万的彩色加上2000万的黑白。前置呢是一个800万的一个摄像头。着重要说的就是它这次的光圈真的是业界最大的。之前三星呢是 f1.7 的光圈，已经是在夜景的拍照上呢有了天然的优势，但是这次 f1.6 的光圈号称是夜拍第一啊！这个因为录制的时候时间有限，我们就暂时呢拍摄了夜景的样张。这次夜景的提升呢也是一大重点，相对于 P10来说呢是有一些提升。后面的详细样张对比呢，我们在全面测评中呢会和大家聊。不过目前来看，跟 Note 8呢已经是互有胜负了，提升还是不小的。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Mate 10这个关键字，就能查看这些实拍样张了。另外，这次 Mate 系列比较瞩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搭载了最新的华为的970的处理器。这款处理器呢，我个人也是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特别想看看它的性能。出上手呢，咱们先给大家简单的跑一下分，看看它的理论性能是怎么样的，跟835的差距，还有就是它自家上一代的960的提升，毕竟是目前唯一一款国内拿得出手的这个旗舰级处理器了。安兔兔跑分环节要多说一句，由于这次这个麒麟970呢是加了一个 NPU， 也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处理器啊。首先这个安兔兔呢还不是配这个 8.0， 还有就是现在的跑分软件呢也没有针对 NPU 呢做专门的适配，所以说多少这个970呢是有点吃亏的。相对于835呢，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能是稳定一点，都是17万多。咱们这台 Note 8呢没跑到17万啊，但是呢，比如说1+5可以跑到18万多，并且呢它还用的是台积电的这个10纳米的制程。当然今年这个台积电10纳米的这个制程呢，耗电呢可能都好像是没有那么理想。虽然说这次它电池呢加持的比较大啊，这个4000毫安时的电池，这也是目前为止屏占比非常高的手机里边电池比较大的一款。因为今年全屏的这个内部堆叠呢，可能是第一年大家做的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啊，这个电池呢都是比较小的。OK， 咱们来看一下与 Note 8的对比啊，这两台手机摆在一起呢就非常明显了，一个是瘦高挑，一个是比较矮胖型的啊，屏占比呢都是比较高的。它上边的这个额头呢，华为的这一次控制的确实非常不错。后边的这个玻璃呢也是一个4曲面的设计，这个边角的地方呢跟中框都是比较契合的，并没有出现这个中框的比较凸起的情况，握持感呢还是不错的。但还是这个机器有点宽啊。上面摄像头呢有一个腰封的这么一个设计啊，把这4个元素呢全部都统一到了一起。两颗摄像头，闪光灯和这个传感器。这两颗摄像头呢是微微凸起一点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并不太影响，因为凸起的非常少。
我这台这个亮黑色啊，这个包括中框啊，还有就是后边的这个玻璃的材质呢，这个光泽感呢做的都是比较不错的。当然，这一次咱们还要专门做一个测试啊，即便是它这个默认呢是贴了一层膜，就算这个膜上呢也是有这个疏油层的，这里边肯定是吧？这个上一次那么大的争议，这次华为应该不敢玩活了。还有就是它这个储存上，这次呢统一都是UFS 的2.1，而且还算是规格比较高的。这个大家开玩笑啊，它这个默认壁纸呢就是几滴水泡，给大家说那个连默认壁纸都提醒你，这次我们是有疏油层的。借两台机器拍点素材啊，也快速的给大家上手一下这个 Pro 版和保时捷版。这 Pro 版呢，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握持感要好了太多啊！这个18:9的这个比例呢，整个机身非常细长，然后这个边框呢，这次控制的同样是和这个 Mate 10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啊，整个单手的这个可控的范围呢也增大了，机身呢也并不会显得有些臃肿。后背的风格和 Mate 10是一模一样的啊，感觉他们两个除了把指纹识别移到了后边之外啊，这个屏占比变了之外，别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是支持 IP67 防水的啊，这个比53可要高了非常多平时就算是浸到水里边拿上来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个后置的指纹识别需要你抉择一下后边呢也是4曲面的玻璃。这次的保时捷版本呢也是备受瞩目，之前呢也说这个售价呢将会达到1万元，但是国内呢价格依旧是没有变，同样是和上一代一样，也是8999块钱。包装盒方面呢也是和上一代一样啊，上一代呢小白是给大家做过这个体验视频里边的东西呢同样是2个快充，然后黑色的这个耳机和数据线，总而言之一套黑啊，全部都是黑色的。同样还有那张标定身份的这个 Porsche Design 的这个黑卡。保时捷版本上手呢和 Pro 版本呢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虽然乍一看呢只是个别设计元素的不同，但是有很多细节地方呢，这个保时捷版呢还是贵有贵的道理。比如说这个全身黑的彻底啊，任何一个细节，比如说指纹识别模块，还有就是中框黑的更加彻底一些，整个机身的一体化呢也是最强的一个。背面由横向的这个腰封的设计呢变成了竖向，把这个摄像头和指纹识别模块呢做了一个统一，同样中间是这个保时捷设计的一个 logo，下方呢全部都是一样的。两台机器在灯光下对比呢，这个保时捷版呢也是黑的更加彻底，整个机身更加深邃一些，而这个黑色的 Pro 版多少呢就带一点灰色的感觉了，尤其是在底部和顶部，这个颜色差异呢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说它们都叫黑色啊。正面的下方呢，同样是一个 Porsche Design 的设计 logo， 这个字体呢也是更灰一些，没有那么亮。点开屏幕之后呢，两者就没有任何区别了，都是1080p 的 OLED 屏幕，这个也是大家纠结于 Mate 10版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这块 OLED 屏幕呢，上手感觉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在颜色显示和颗粒感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之前大家担心的那个大果粒的问题啊，并没有出现。不过这 2K 的屏幕呢，还是 2K 的更加细腻一些。采用1080p 的屏幕呢，也是在续航方面呢有更多的考量。不管是 Pro 版还是保时捷版，整个机身后背的4曲面玻璃与中框的契合程度也是非常紧密，并没有发现什么缝隙。3台机器相对比来说呢，确实还是这个将近9000块钱的保时捷版质感是最好的，这个黑的非常深邃，一体性做得非常的棒。不过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 Pro 版和保时捷版呢并没有3.5的耳机孔啊，随机呢是赠送了一个 Type-C 的耳机，三者的上头呢都是有些微微的凸起。全部上手体验之后，尤其是 Mate 10和 Mate 10 Pro 这两台机器的差别，还有就是 Pro 的优势啊，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大啊。如果你要是对18:9比例的屏幕或者说全屏不 care， 那么 Mate 10高配版呢是目前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不过我说的肯定是在没加价的情况下，这个屏占比也不低，前置的指纹识别，内部的各种参数呢和 Pro 版呢没有什么差别。当然，这个保时捷版还是最强王者啊。不过小白我是实在不行了，还要为买 iPhone 10做测评流点血。OK， 这次的快速体验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后期呢我们将会对此系列的机型做详细深度的全面测评，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除了这个视频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重要的这个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趣事，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每晚在那儿等你。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与我微博互动即可。不要着急关视频啊，这期花絮也精彩。买这台手机真的是取经一样啊！好了，不客观这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是熟悉的镜头 ，Mate 10又坑了。这 Mate 10呢，让我想起了买华为 P10系列这个手机的时候。怎么不是黑华为的意思啊？反正只要一买华为的手机，可能是我点儿不好吧。上次这个 P10呢，就是最后找黄牛买的。我在京东买了2台，然后全部都要什么采购商采购，然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货。我了解了一下，这次武汉整个这个市场的Mate 10呢都比较少。刚才是去苏宁这边问了一下价格，首先没有现货，就算是预定的话呢，也是要加钱。低配版呢是4199，高配版是4800块钱，据说要等1-2个星期的货。看来这次真是人品贵地啊，好多都在京东上买到的。好像整个武汉这次 Mate 10的货都是比较少，只能去找黄牛了。海风拂过椰树吹散。来这个地方呢，这个武汉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哈，就是大名鼎鼎的广埠屯了，应该算是华中地区最大的一个电子产品的集散地吧，就跟这个中关村差不多。当然你也懂得啦，就是这种地方水都贼深，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什么数码广场，然后各种坑。每次其实我是特别反感来这种地方的，但是没办法，在黄牛这买。就是之前我在发过微博啊，之前去这个它的直营店华为的，然后居然跟我第一次说没货，然后第2次我还是在交了定金的情况下，交了500块钱定金的情况下，然后第2次又跟我说可以调货，但是要加钱。官方的直营店，你告诉我调货去哪儿调？去黄牛那儿调吗？搞不清楚啊。华为的线下门店的体验真的是超级差，但是这次 Mate 10这个手机我还是比较期待的。现在来说它的口碑还不错，去年的时候是它的加盟店，这样就是坑了我一把，让我加钱。今年又是直营店，这次没得说了吧？好了，回去给大家录这个Mate 10的视频。